可以先在照片中去分析这些结构，先把这些结构套进去，能够套得进去，就说明你能够在人体中分析出来这些结构，然后再去画，肯定会更加得心应手。弹起来手臂这个横截面，对吧？这个太扁了，就是抬不起来嘛，应该圆一点。主要交代的是抬起来的这个胸大肌，胸大肌的附着点是绕到了圆柱的另一侧，它和肩三角肌一起被拽过去了，被拽到圆柱的另一侧。它们两个这个造型一起搭在圆柱上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是这样的一个特征。主要交代的是抬起来的这个胸大肌和肩三角肌，它们一起画过去，绕到这个圆柱的后边，交代清楚这一块的关系，这个动态的感觉才能出得来。而且肩三角肌结束点呢，不是一个尖儿啊，要画的尖。比如说这个手臂、上臂概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，肩三角肌一般它结束点呢在外侧的中央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角度看上去的话，这个结束点就跑到了外边去，那么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度。应该是结束在这里，靠近外侧的位置，这里要注意一下。你看脖子，脖子画的像开花了一样。先确定一个颈部的宽度，然后呢，确定一个它的方向，然后通过这个角度判断一下横断面是多宽，是多圆。确定好了之后呢，这个锁骨也有，两个锁骨之间颈窝，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连接它的结构。在这里呢，不仅仅只是去画它的结构了，还要使这个结构呢符合模特。这个观察成分更多了啊，不应该是只是编。它脖子应该是这样，可能是基本功稍弱一点啊，但是也没关系，一步一步来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胸腔的大小看好了，胸腔上面这个圆面啊，在锁骨头的下面，通过这个朝向判断整个胸骨的一个长度以及前凸。从上面这个位置往后推，一个胸腔上端的圆面，通过外轮廓撑起来的这个形状，得到胸腔下端这个造型，然后它比这个七孔的位置高一点点，这里就是胸腔的下端点。然后胸腔呢，它是这个对称的，然后由于它根据它这个角度判断出另一侧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大致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胸腔造型。根据胸腔上端两侧这个锁骨凸起，把锁骨再画出来，在锁骨外端接的是肩峰，在肩峰的下边是肱骨头，肱骨头接一根线交代这个手臂的指向。这个是我们分析骨骼需要做的。那么像下面这个第二个也是，然后在这个人体当中就很快的就判断出这个胸腔大概有多大，在人体中是什么状态。多去在人体中去找，你才能够逐渐的在这个图片中，在这个人体中看到胸腔。现在呢，你这个画的状态呢，就是你还没有看到胸腔，一步一步来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胸腔的大小看好了。胸腔上面这个圆面啊，在锁骨头的下面。如果你是先画了锁骨的话，要在锁骨头下面这个位置去画它这个圆面，注意好这个关系啊。你这个都画在了上面。然后呢，它的大小，胸腔的大小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偏的一个角度，另一侧根据它的对称性呢，也应该到这儿。然后它的胸骨结束的地方剑突啊，不会这么低。它的胸腔大小应该是这样。第二个的话有点离谱啊，这个大小太小了，像两块肺。你可以参照肚脐啊，肚脐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呢，去画它的胸腔的最下端。能确定的就是胸骨，然后胸腔的最宽的地方，然后最下端大概在肚脐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，这些是能确定的。根据能确定的，然后再去把确定不了的逐渐的就给确定了。
因为线索越来越多了之后，你就能够猜测出来一开始并不好猜的地方。先把胸腔的这个问题解决，胸腔在人体中的这个状态。那么第二个，胸腔上端、下端，它不好去判断下端到底画在哪里。我们可以以这个肚脐为一个参考，在肚脐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去判断为胸腔的下端点。然后整体胸腔不要太圆，这一侧的轮廓也不要太靠近体表，毕竟它还是在身体里边。胸腔左右两侧不要画太胖，而且胸腔最宽的地方呢在下半部分，第8肋的地方。原本这个胸腔呢最宽的地方画到了中间，这边的胸大肌和肩三角肌没有那么宽，转过去。这边呢抬起来的这块呢结构还好，但是要注意它的走向，还有就是被拉扯起来的胸大肌。胸大肌我们画这个中间这些基数呢，主要是为了交代它结束的地方这块的一个结构特征，并不是为了在中间画一些线。中间这些线不画也可以。这是它的胸大肌，就注重它转过去的、搭过去，并且转过去的这个特征。然后手臂抬起来的这个圆柱，要注意这个圆柱的横断面，圆一点才能抬得起来。这脖子也是画平一点。然后这个手臂抬起来了，肩三角肌的，你看我在照片上画下，它前面的这个轮廓就不会再往下弧那么多，因为它有被往外拉拽的这种感觉。为什么感觉这个肩抬不起来呢？就是因为下面这个弧度太弧了，没有被拉拽起来，被拽起来它就好了。看到这边的身体的外轮廓，外轮廓的趋势在这儿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是胸腔的最下边这个部分的形状。那胸腔大概是这样，你看你这个形状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注意下半部分和体表之间的联系。那第二个，这个角度的话呢，胸腔上面的这个面儿要扁一点，然后胸腔下端的开口打开一点，然后它离体表不要太远。胸腔上面的这个圆面，它是在锁骨头的下边的，要注意啊，我在空白的地方画下。这里是胸骨，下面是胸骨柄，胸骨的上面长的是锁骨头，然后在锁骨头的下边这里出来的是第一肋软骨，然后往后走的这是第一肋骨。上面这个圆面是从第一肋骨概括出来的，所以说这个圆面要从锁骨头的下边画出来。第一个也是啊，这一点一定要记住。然后第一张图呢，注意它肩三角肌指点的位置，在照片中非常明显，它是在这儿。这前臂有往前转的这个动作，肩三角肌的指点肯定是会跟着过来的。这边呢也同样。然后第二个，它的胸腔下端缩回去了，要给它扩开。这侧手臂呢看不到这么宽，这侧肩三角肌也应该窄一点，往里收一些，然后它应该长一些。比例上、形上面看图片、照片能看到就是这么窄，是这样。这边的肩感觉抬不起来，它抬起来之后呢，肩三角肌顶起来，它是把这个肩峰遮住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。然后手臂的圆柱呢是从它们下边穿出来的，而且它的朝向是这边，应该画出来它的横截面，要不然这个手臂抬不起来。要注意它们往后走被拽过去，跑到圆柱后面的这个特征，你看这里就没有穿插，这3根线交汇的一个点上，这就没有体积。如果说把它拽过去，你看它和前面这根线它有一个叠压关系，它才会有这个动态特征。
下面的这里为啥有一个横线呢？我没看懂。这个圆柱是这样的，手臂，它的胸大肌在这里，对手臂的圆柱的底部呢有一个遮挡，有一个往外弧的趋势，然后再往下，这一段呢略直，有种被拉拽起来的这种特征。这个从图片中可以看得到。上面这里绕过去，这一坨都是胸大肌。这个时候它的肩三角肌跑到后面去了，已经看不到了。然后这个手臂抬起来的，它的胸大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。它和手臂遮挡之后下来，它是往外弧的，但是呢，再往下它是有拉平拉直的一块，不是直接就收进来的。这个抬起来的手臂，它就是一个圆柱。先确定好一个圆柱，它的朝向和它的宽窄比例大概符合这个模特。然后注意，在这个位置是胸大肌外侧，它的轮廓往外鼓的一个弧度，这里是遮挡住手臂的。然后在上边它有一个往上鼓的一个弧度，这个是绕到这个圆柱手臂，这个是绕到手臂圆柱的后边的。然后在这里就被拉直的一块，这就是抬起来这个手臂胸大肌这个部分的一个结构和造型。这边注意好肩三角肌的一个支点，它的附着点，它在骨骼上，附着在哪里？这个手臂是往内侧转的，所以说这个附着点呢转到了这边。这边大概是这样去表现。这一块儿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手臂的圆柱，圆柱的底部，这里是胸大肌这一块向外顶，向外鼓出来，遮住一点这个手臂的圆柱底部，这个块是被拉直的，在图片中也是看得到的，这里是被拉直的，因为这个手臂抬起来了嘛。这块要绕到圆柱的后面去。肩三角肌、胸大肌和手臂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，在这个动态下，这个角度下看不到它的肩三角肌，看到也是非常非常少的。它的胸大肌应该是这样。